东京住宿到底该怎么选？这趟东京我住了5种完全不同的住宿，有离地铁走路只要1分钟的，有可以泡天然温泉的，也有1晚不到5000日元。但其中有一间住完之后，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下次来东京，我还要再住这里。到底是哪一间？我是雷克斯。如果你最近也准备来东京，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住宿。第一间是位于阿卡萨卡的 First Cabin。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人旅行，但又不想住传统的上下铺胶囊旅馆，我觉得它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哦。男女住宿楼层是分开的，这里距离地铁站只要3分钟，非常的方便啦。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比一般的胶囊旅馆多了一点自己的空间，虽然不能锁门，但 First Class Cabin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隔间，不用一直弯着腰在里面整理行李，也舒服很多。Hello， 这一家是 First Cabin， 就是这一家是在阿萨卡萨的这一家。这里有免费提供的一些 amenity， 可以拿你好需要的，就有可以尽量避免打呼的那一个，然后有耳机，还有这个耳塞，这个超需要的耳塞 ，body tower， 对，这个超好用，搓澡使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coffee shop， 对，3楼到7楼是住的。如果你是第一次体验胶囊旅馆，我反而会推荐先住这种类型，比较容易接受。不过我必须先提醒大家，它几乎没有隔音，所以隔壁打呼、整理行李、走路的声音其实都听得到。但我睡觉本来就有戴耳塞的习惯，所以对我来说完全没有问题啦。至于你会不会介意，我就不知道喽。讲话也很小声，因为有点不好意思讲话，这边不会给太大声。这里有一家电视机，这边也是有2个插头，然后这里是闹钟，这里是吊衣服的，他们也提供我们这个衣服可以更换，对，就还有一个裤子、毛巾。如果你有个大行李的话，他们就会提供你这个锁你的 luggage， 这是钥匙，这里是一个小橱。在这边可以做2个版本的 capsule， 一个就是 first class， 对，还有另外一个是 business class。business class 比较小一点点，那我对面这个就是 business class， 就比较小一点点。错，床就是这个 size， 刚刚好，就还蛮大的，我还蛮喜欢。刷牙的地方，吹头发的地方，有吹风机。The tap water is good to drink， 可以直接从这边喝水。这里有一个饮料贩卖机，厕所这边，就刚才进去的那个洗脸的这边，然后就分 first cabin， 这个很小的，然后下面就是 spa， 对，就 men's spa、women's spa， 然后 shower room、common laundry 全部在这边 shower room， 对，空间超大的。这可以放，它衣服其实还蛮好穿的，就绵绵的。对，这个裤子啦，必须说的这个水压超级无敌强。有洗衣机、烘干机。就是我的早餐，550日元含税。价格方面 ，First Class Cabin 有些日子大概只需要10000日元，就是大概2000台币左右。如果你是一个人来东京，觉得可以放进你的住宿清单里面哦。第2间也是位于阿卡萨卡赤坂的另外一家 Anso Akasaka。如果你的行程跟我一样，每天一早就出门，晚上才回饭店，那我觉得这间还蛮适合的。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交通方便，而且价格有时候也还不到5000日元呢，就是1000台币左右。附近有好几个地铁站，其中最近的走路只要1分钟，没错，是1分钟哦。需要换鞋子，走廊，很小走廊。那他们也是有女性专用的这个 capsule。你进入你的房间需要输入密码。
这个小小的 hostel 非常的日式。它 as a capsule 呢，就是胶囊旅馆，它有非常 spacious 的位置，非常的宽阔。你看这里，你到这边，整个位置超宽阔的。然后这里有这里有这个窗帘拉下来，就完全有 privacy， 有自己的空间在里面。然后像我们这个位置呢是3个的位置，是大的。然后这里房间呢是比较小的，这个是普通的 capsule。对，让我们看一下这里。对，这是普通 capsule 的位置，整个设计很好看。然后看一下里面，先爬进来 ，Hello， mirror light， 这也是哦。这是开灯了，这边有 USB 插座 ，Room light， 现在非常的日式，非常好看。下面这里呢，这里有 locker， 对，你看整个翻上来，你的行李放进去位置超级大的位置，你可以放进来。这里有拖鞋，然后这里有 locker， 你可以锁起来，把你的密码锁起来。位置非常的充足，我的24寸的 bag 是完全可以塞得进去里面的，所以这个位置其实算是还蛮大的。看看那个房间到底有多大，就是这样大。对，它这有2个 size， 一个是可以站上来的 size， 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比较小的 size。我选择是这个比较舒服啦，所以整个空间看起来就是舒服。有自己的 privacy 呀，它的整个空间很 cozy 耶，非常超级的 cozy。看看，厕所就长这样子，超级的干净，很 slick 哎，整个感觉很美。至于冲凉房呢，这样子很漂亮，干湿分离，有篮子。冲凉的。如果你只想找一间干净、交通方便，然后把预算留给美食和购物，我觉得这间很可以耶。接下来这间是我这趟东京最惊喜的一间。老实说，在入住之前，我原本没有对它抱太大的期待，结果住了1晚之后，我马上把它放进了我下一次还会再住的名单里面。它的位置就在浅草，走路就可以到浅草寺雷门附近，吃的也很多。更让我意外的是，它的价格真的很有竞争力，有些日子5000日元，就是大概1000台币左右，就住得到了啦。对，它是一个 capsule 吧，可是它是一个蛮 modern 的 capsule， 就是结合了一些比较日式的一些 capsule 的一个地方，其实我觉得非常的 interesting， 我觉得必须要住一下了哦。可以租借卖衣服的300元。这里有耳塞，这些可以拿。没错，我现在住的是2楼，它有2楼、3楼还有4楼。4楼是女生。这是男女共用，2楼是只是男生。现在进来喽，哇！所以这个是共享空间，现在没人进去看啊，漂亮，很日式的一个地方哎。公共使用空间的这边就是可以拿咖啡这边，然后坐在这边。然后冲凉房、洗手间都在这边，跟这个是 laundry 在这边，哎，这个很好。然后有男生就是这个3个房间，我的是2B， 所以就是这里啦。进去的时候就会滴滴。这里是冲凉房，好，再进去房间，哇，超级美。它里面很美，就是整个感觉很干净，而且非常的香哎，里面。哦，你看我的房间，这个小纸盒，哇，亮。哦，需要一点 privacy， 这个可以拉下来。说它有2层，你可以先盖着，你也或者打开，然后这里有一个 blind， 所以就有2层的 privacy， 这个很好，超级。感
觉里面很舒服哎。对，然后他也给了这个，有包括了毛巾、拖鞋，还有一个牙刷，而且这样子很方便，给你带去冲凉房。我最喜欢的一点是这里的空间超大，行李箱可以放进去里面，位置超够的。然后它有一个 lock， 然后这里有 USB 插座，还有插座，对，3个，所以 OK， 这不错。我真的很喜欢哎，你看整个感觉，整个公共空间就是很舒服，很日式榻榻米那种感觉，坐下来。然后这里呢已经提供了一些书本的资料，就是东京有东京的一些资料。这个叫什么？就是可以取暖的，是吗？对，坐在这边取暖，超舒服的。这里有免费的咖啡可以喝，有咖啡的跟这个无咖啡因咖啡，还有一个微波炉。洗手间超干净，超明亮而且干净的。哦，厕所很多厕所哎，几间？它有几间厕所？冲凉房4间，里面很美啊。无形的坐下来的，你可以坐在这边冲凉，可以个小灯灯来那边冲凉，干湿分离。这里可以放你的东西，我喜欢，超干净。这里是有洗衣机，是300日元，对，这个是小青蛙，我很喜欢这种小细节跟室内设计。它的花纹全部都融合了一些就日本元素在里面。这里也有这个 vending machine， 它也很完美的融合进去整个设计里面，所以我觉得整个室内设计是超好看，我个人真的超喜欢的。这里还特别设了一个整理行李的空间，我觉得真的还蛮贴心的，这样就不怕吵到其他的室友。它就整个灯光很柔和，很喜欢，而且这个现场可能拍不出那感觉，那感觉真的很好看。就整个感觉就是很 warm 吧，喜欢嘞。就是这有别于之前住的一些 hostel， 完全融合了一些就是日本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吧，就是文化元素，居家式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超推荐你们的，而且房间超干净超好，很香，我很喜欢这整个 hostel 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一进来 customer service 就这么好。Provide the facilities 就是该有的都有，还可以免费喝咖啡，然后没有咖啡因的咖啡也可以喝。这个是我晚上洗澡后非常舒服躺在床上的时刻啦，不想吵到其他室友的关系。我其实想说，这里太舒服了啦，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对了，以它的环境、价格、整体住宿体验来说，我真的觉得非常值得。目前住到这里，它已经默默冲到我的第1名喽。接下来这间就在浅草寺附近，从饭店走路就可以到雷门浅草寺。早上想避开人潮来散步，或者晚上来逛逛，都非常的方便。如果你的预算比较高一点，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这间，它就是 Onyado Nono Asakusa Bed。那一走进来就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日式旅馆氛围，馆内几乎都是榻榻米地板，所以一进门就需要脱鞋，整体感觉很舒服，也很放松。这个饭店呢，一进来呢是需要先脱鞋子。那脱鞋子进来，这里有一个 shoe locker， 先把你的鞋子放进这些 locker 里面。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11点，这里还有提供咖啡，还蛮贴心的这点。这里就有全身镜，嗨，我蛮特别的一个 layout 哎。一进来呢，会是一个橱柜，就是放衣服、挂衣服的地方。这是他提供的衣服哎，浴袍，没错，质地摸起来超级不错的嘞。一进来呢，就隔开成3个空间，这里是厕所，这里是冲凉房，然后这里是睡觉的房间。所以我觉得互不打扰、干湿分离，这里已经是超棒的。我们先看一看房间，你绝对没想到，哇哦，非常日式的房间呢！你看，下面是一个榻榻米，这床呢稍微有点矮，但是床无敌大，但是只有2个枕头啦。哎，这里就有一个冰箱，哎，有2个，应该是 Welcome Cookies。
哎，这是一个 pudding 哎，我觉得这是免费的吧，应该是吧？我觉得可以吃吧。你看它的窗，非常的日式吧，超有日式风格。这也是晚上啊，看不到，每天开箱都是在晚上的时间啦。那对面呢，就是一个 Sky Tree， 对，你看 Sky Tree 就在那边，明天再拍给你们看。还有我可以看到那个 Sensoji 也在那边。我觉得日本饭店一定要有的东西就是这个加湿器。你知道我鼻子都流鼻血，我这是因为没有加湿器。我觉得加湿器真的超重要的，两侧都有灯 ，OK， 不错啦，还有插座都有。洗手间、冲凉房，最贴心的就是因为这里有 onsen， 就是有泡汤，它已经准备好这个篮子，里面放好了泡汤需要用的东西。这是袜子，已经准备好了2个篮子放在这边。冲凉的，它这里没有的泡澡啦，这里没有泡澡的浴缸，因为楼下可以 free onsen， 就是大浴场泡澡 onsen。想说这里早上的采光真的很好啦，对，你们看，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景。那你打开窗的时候，这里的景真的很好看，超好的这一区域，而且走路去 Sensoji 大概只需要个2分钟吧，没错的话，超级无敌方便，吃也方便，真的很不错哎。这里有非常好的一个 facilities， 就是设施，就是这里有了泡汤，对，然后这里呢还有 laundry。你烘干的话呢，就100日元30分钟。这里是男汤男浴场，然后那也是女汤女浴场，这里里面就不能拍啦。没错，我最喜欢的还是它的大浴场，逛了一整天东京，晚上回来泡个汤，真的舒服很多。而且泡完汤，晚上还有免费拉面可以吃哎。9点半到11点，就是有这个拉面你可以免费吃。这里的早餐看起来非常的不错哎。我还蛮喜欢这里的整个感觉，真的很好看嘞！就整层楼呢，每个人都在脱鞋子走来走去啦。这里有按摩机，看漫画，然后这里有冰淇淋、雪糕哎，有不同口味的冰淇淋可以拿。这里就是有这个 SPA， 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很舒服，真的很舒服。我昨天试了，还蛮舒服的。虽然价格比前面几间高一些，有些时候大概27000日元一晚，5500台币左右。但如果你想体验日式旅馆，又想住在浅草附近，我觉得很值得安排一晚呢。那如果前一间是我心目中的 CP 值冠军，哎，这一家就是最有度假感的一间了。最后一间是位于浅草的 Tavinos Asakusa。如果你喜欢比较年轻、有设计感的饭店，那这间应该会很合你的胃口哦。一走进大厅就可以看到很多漫画风格的设计，和前面几间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它的位置也很方便啦，走路也可以到浅草寺附近吃的，逛的也不少。我自己还蛮喜欢它整体的氛围，住起来很轻松，也很有活力耶。然后这边可以自己 self check in， 对，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luggage room， 就满满的 luggage， 只要有芯片的就可以锁上去，找一个位置，然后再钉上去，直接用这个滴进去就可以了。在这里有免费的咖啡可以喝，哦，这也是可以拿的，对，这边是自己拿，有拖鞋。这里也是有 pajamas， 哎，这个 pajamas 可以用哎。然后这个这边贴心的一点是，他们会帮我们缴德式，那这是价格。然后需要搭的 taxi 的话呢，这边就是价格了。对，现在我们就完成了 check in 的手续，只需要 scan 你的 passport， 输入你的名字，然后就拿到你的卡了。那卡蛮美的，你看这是个玫瑰吗？嘿，开箱时间到，房间527，哇，进来了。对，一目了然。全身镜 ，Hello， 最喜欢全身镜了。房间527，好大的号码527。对，床有2个，那我订的其实是双人床啦。下面放行李，这点超好。它里面的 luggage 它洞很大，其实就非常的宽阔。可以放2个，这个是一个小桌子，这小桌子可以来放行李，也不错。
然后这个有一个椅子，哎，我累了今天。然后其实我蛮喜欢它整个饭店的 concept， 整个 idea 非常的 colorful graphic 很好看，就是有一种很夸张到来很好看，很 striking。这是开灯，哎，这是关灯了，4个插座，哎，不错。至于厕所呢，该有的都有。厕所 OK， 蛮大的，就该有的都有。希望它的 water pressure 是很强的吧？哇，很强。喜欢，我喜欢。那这个房间给我的感觉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就是它不会非常的贵，它不会很便宜，也没有到很贵。但相比之下，在这一区它是属于便宜的，就是在阿萨古萨这一区，觉得它是一个很 young， 就是给我一种很年轻、很 young， 它有 fully utilize， 就是善于利用它的整个空间来去设计整个房间。放东西的时候不会被打到啊，然后有些地方就是插座旁边有一些小小细节 ，which is 你可以去慢慢仔细去看看，它有放了 effort， 就是 designer 有放了 effort。receptionist 我觉得很友善，非常的好。luggage 就是放 luggage 那个真的 impress 我，就是你用你的税卡，你用你的卡，你的 credit card， 然后你直接 scan 了，你就可以 lock 你的 bag，which is 你找到 check in 没得 check in 没关系，把你的 bag 放在那边，然后很安全的锁置在那边。我觉得这个是这家饭店的优点 ，which is 它 make everything easy， 就是用全部东西easy， 就是简单化。整体住下来，它不是这趟最便宜的一间，也不是最豪华的一间，有些季节价格大概是1万日元，大概2000台币左右。以上就是我这趟东京住过的5间住宿，每一间都有自己的特色，就看你比较重视的是地点、价格还是住宿体验。如果我一个人来东京，我应该还是会选 Rezo Postel， 想体验日式旅馆和泡天然温泉。那 Onyado no Asakusa Bed 我也非常的推荐，希望这支影片正在规划东京自由行的你有帮助啦。我是雷克斯，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啦，拜拜啦。Never rest on a past success. You gotta love what you do if you're trying to be the best.